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好啊，发财发财啊！你在收外围赌注。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我刚才明明听到你在教人用 app 非法下注。我的朋友他不会用那个 app， 我教他用，这样也不可以啊。只是教，那你为什么跟他收钱呢？哎呀，他欠我钱吗？那我跟他收回钱，很应该吧？那你为什么最近有钱买那么多东西？你不要告诉我店里赚钱，店里的账我看过了，这个月没赚什么钱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中了几千块的多多。你以为我跟钟意一样单纯相信你中多多？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没想到你真的在做犯法的事。我没有，你不要诬赖我。好，那你给我手机啊，我打给刚才那个人，我问清楚，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神经病！你不要再喝了，给我说清楚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是在帮朋友收 4D 啦。面包店从开店到现在，一直都不再赚钱啊，这样下去撑不了多久的。我不想一直伸手跟你拿钱，所以我就只好捞点偏门来做咯。你不要用面包店做借口了。我又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而且我也没有打算做长久啊。我只是想在生意不好的时候赚一点外快，让面包店可以撑久一点。等生意好转了，我就不做啦。亏我跟钟意一直尽心尽力，想让你重新生活，没想到你一点也不领情，还自甘堕落。你说，如果钟意知道你这样的话，他会怎么想？你现在要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是我求你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给钟意知道，你一定要帮我隐瞒啊！帮我隐瞒。你怕钟意知道？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啊？为什么？我求你不要告诉钟意，好不好？我这一次不会纵容你了，我一定要告诉钟意，让他来骂醒你。好啊，如果你真的敢告诉钟意，那我就把当年的事都告诉他。你不是说过这件事情不让钟意知道？你现在要说什么？我就是要告诉他，当年是你害我背叛坐牢那么久的，当年是你害我们母子俩分开那么多年的。哼！怎么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啊？为情所困啊？喂，新手表哎，表带很特别，特别定制的、啊。是万子兄 DIY 送给我的。哦，是定情信物啊！哎呦，少惹心啦。看来这个老万啊，还挺了解你的，懂得投其所好。他是吃饱太空闲，才有时间做这些有的没的。你都接受他的礼物啦，那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？才没有，我们八字都没有一撇。你在等什么啊？我们这把年纪，有多少人肯为一个女人付出那么多的？他对你这么用心，你真的不动心吗？现在他主动追求你，我觉得啊，你应该认真考虑考虑。Excuse me， 大律师。刚才我去找妹，发现他竟然收非法万字。真的吗？他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告诉宝贝这件事，他就要把当年坐牢的真相说出来。当初是他要求保密的，现在又要告诉钟意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他还要告诉宝贝，说他坐牢那么多年是我害他的。他太过分了吧？你是想帮他，怎么到头来反咬你一口啊？他刚才是有点醉，不过
我也的确有一点责任的。当初你也是尽力了，他的确是有罪才会被判刑的，怎么可以怪在你头上？要是当年我的经验多一点的话，又来了，什么事情呢都往自己身上扛，他就知道你内疚，才会拿这件事情来威胁你。如果你能帮我筹到资金，我当然愿意跟88 Home 合作。啊，好，我们再约一个时间见面。OK， 拜拜。在跟谁讲电话啊？这么开心Andy Chua 啊，又是他，你们谈了什么？他说88 Home 有意思跟我们一起合作，他说能帮我筹到资金。不会吧？他竟然好心到要帮你筹资金？有钱一起赚 ，Why not？ 丽敏啊，你不要怪我多心啊。那个 Andy Chua 之前一直都恨不得你身败名裂，他怎么可能突然变得想要帮你呢？我真的怀疑他有什么目的耶。他会有什么目的呀？你想想，之前你举报他，害他被吊销执照几个月，以他那种个性，怎么可能不计前嫌的帮你呢？他可能是良心发现了呢。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再跟我斗啦。他是不是良心发现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很清楚。那一天我们参加 conference 的时候，他还在那里对你冷嘲热讽的。可是任品出事之后，他的态度就180度的转变，四川变脸都没那么厉害啊。这种人你最好小心一点啊。你那么快就约我出来，那么积极啊，我会有压力的。我不是想催你帮我找投资商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妈妈那间公寓打算卖吗？我有个客户对那一区的公寓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就想到你了。房子不卖了？啊，是不舍得吗？房子是我妈妈的，她生前我会帮她卖出去，现在已经没有卖出去的必要了。当初公寓卖不成，我也有责任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我妈走得这么突然，到现在，我偶尔还是会去她的家，回味以前的点点滴滴。如果真的把房子卖了，我就连怀念她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当初我也是为了人品才会去举报你的，希望你明白。就算你不举报我，其他的 agent 知道了也会举报我。这是我自己做了违规的事，不能怪任何人。我是觉得对不起我妈，让她很失望。你别这么想，所有天下的妈妈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她一定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她好，不会怪你的。希望吧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啊，请说。行。宝贝，你叫我买的午餐，来，快来吃。Thank you， 妈咪。你可以先帮我放在 meeting room 吗？我赶着登广告，等一下还要跟姨开会，我想要一边吃一边开会。那你记得要吃，别饿坏肚子啊。你怎么在这啊？给谁带了食物？哦，这些是你宝贝儿子要吃的啦。哦，你也打包食物了哈。宝贝，宝贝，你干嘛？你开门啊！开门，宝贝。喂，你说很厉害的 plan 就是这个啊？会不会太幼稚了啊？只要是行得通的 plan 就是好的 plan。肯定行不通。等一下看哦。真无聊啊！等一下出去一定给他好看。哎呀，别理他了。啊，你饿不饿啊？啊，这里有你喜欢吃的意大利面，还有我煮的猪脚醋，啊，全部都很香。啊，想吃哪一个先呢？你们是一起串通的？哦，当然没有了。我不信。哦，花式啦！啊，如果我骗你的话就这辈子追不到你了。啊，其实是钟意想吃意大利面，还有猪脚醋，所以我才带过来的啦。啊，你也不要怪他啦，
他也是一番好意啦。如果呢被设计的人愿意接受，那就是好意；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是坏事。啊，那难道跟我在一起啊也算是坏事哦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只是不喜欢那种被设计的感觉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中医这样子做也很好了，就证明了他接受我当他的继父了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吗？我是没有忘记了啊，可是我的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了，从不轻易放弃了。啊，我是台湾飞过来的蟑螂，而且还是那种打不死的了。宝贝，你开门啊！开门啊！你快点开门！你再不开的话，我就生气了。你妈咪真是生气了，你快点开门！开门！原来你们串谋设计我。其实我没有阻止他。你们加起来几岁了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堂姐 ，Uncle Wan， 你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机会？啊，该说的我也说了，该做的我也做了。啊，你妈咪就是不买单，那我有什么办法了？哎，你妈咪好像真的生气了。啊，你去哄哄她了。妈咪，对不起，妈咪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。妈咪，你不要不理我嘞，最怕你不理我了，妈咪 ，please。你呀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我还不是为了要补偿你。补偿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单身那么久，所以我有责任帮你找到幸福啊。你想多了，我不是因为你才单身的。哈？难道你有喜欢的人呢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你在等他？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真正适合我的人，宁缺毋滥。哦，原来啊，问题出现在你的身上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样啊是找不到真爱的。你要谈恋爱的话就要勇敢的去尝试，尝试了之后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吗？就好像玩 game 一样，你看再多的资料介绍都没有用，你要试过了之后才知道它好不好玩吗？原来你把谈恋爱当成玩 game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啦。有些时候看起来最不适合的人啊，才是最适合的人。就好像你戴的这个手表一样，虽然它不是名牌，不过戴在你身上却非常的合适。手表不适合可以换，心情不好可以带另外一只，和人不一样，懂吗？最重要的是做手表给你的那个人。如果你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开心，那他就是对的那个人。啊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啦，对不起啦，你不要再怪中医了啦。啊，你要怪就怪我啦。你干嘛突然整理冰箱啊？有些用过的调味料，反正带不走，所以我打算丢掉。带不走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打算搬出去。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间要搬呢？之前你跟我说想要复合的事，我有认真考虑过，可是对不起。你真的不能再给我多一次机会吗？或许我们应该给彼此一点空间，冷静一下。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自己。反正你办完离婚手续，这间房子也是要还给 HDB 的，到时我也是要找地方住。现在开始找，以后就不用手忙脚乱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
不过你不需要为了避开我而搬走的啊，反正我们在公司还是会见面的。我们常常在外面见客户，回到只此一家也只是同事关系。可是如果我留在这里，关系就太复杂了。那你就像之前一样把我当房东，不行吗？我保证我不会打扰你的。有些关系分清楚比较好。我给自己点了 Earl Grey， 帮你点了普洱茶。哦，想不到这茶馆哦，中式和西式的茶哦都有了。这就是这间茶馆的特色。毕竟每个人喝茶都有不同的喜好，老板为了满足不同的客人对不同茶的喜好和需求，所以才想出这个点子。哦，我喜欢这想法了。这世界这么大什么人都有，我们呢就应该包容不同的选择了。就算两个喜欢不同茶的人，还是可以坐下来一起喝茶。对对对，但是茶好才是重点啊。哎，我先试试看这里的茶好不好喝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以后可以时常陪我来喝茶。你说什么了？你明明就听到的，干嘛要我再说一次嘛？那我们，我一直都认为，各方面都不同的人是不适合在一起的。现在我想通了，只要相处的感觉很好，就算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也是可以在一起，说不定还可以互补。那我以后我就可以每天陪你来这里喝茶了。天天喝茶你不闷啊？只要和你在一起喝什么都不会闷的。喝茶。Bro， 我跟你讲啊，要不是我的口才好、反应快啊，晶晶才会愿意慢慢找。如果换成别人陪他去看房子啊，他早就把那间房间给租下来了。Thank you, bro。不用 Thank you, bro。接下来你只能靠你自己啦。其实晶晶也不是笨的，再多几次啊，他肯定会发现我们是故意不让他找到房子的。马忠义，好人品。What the heck？ 为什么门没有关好？你们太过分了，把我当成笨蛋，好玩吗？晶晶，你不要生气，你听我说。不想听。晶晶，这个 idea 不是我的，主谋是他，我是无辜的。你配合他骗我，你也不对。反正房间我会自己找，以后不用麻烦你们了。晶晶。这里是400块，你算一下对不对？恭喜你呀，才买几次就中奖了，真幸运！我的好运是你带给我的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，你好就是我好啊！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改天见。好，谢谢啊。妈，买了咖啡给你。刚才那个安迪说他中奖了，中什么奖啊？我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来回馈顾客，他很幸运啊，一抽就抽到了。抽奖活动，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啊？我是今天早上才决定的。对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忙啊。我担心你妈的钱来路不明，可是她还是跟以前那些朋友有来往。安迪，等一下。你是谁？我是梅的儿子。他跟我提过，他有一个单 agent 的儿子。
如果要买卖房子、出租房间，都可以找你。对咯对咯，你认识妹很久了，刚才看你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哦。当然开心了，你妈是我的财神爷。财神爷？哎，我买了这么多年的马票都没有中过，可是啊，在你妈的网站一买啊，就中了。虽然是几百块，总好过没有啦。妈，你是不是去当 bookie show 4D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难怪最近这么有钱买东西给我，原来你真的去做犯法的事啊！你妈咪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不要听她乱讲话。你不要再否认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去做犯法的事？亏我还那么相信你耶！我也不想的。如果有得选，我会做这种犯法的事吗？我妈咪不是给了你钱开了面包店吗？而且你做的面包那么好吃，如果坚持下去的话，你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干嘛用这种方式去赚钱？你妈咪根本没有心帮我的，面包店资金不够，她根本都不愿意拿钱出来。我不想继续再伸手跟她拿钱，我只好这么做来赚取一些外快，来补贴这个店里的开销。我一直把她当好朋友，可是她不但不帮我，她反而在你面前故意说我的坏话，来破坏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。妈咪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啦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为什么当年我坐牢坐那么久，就是因为他害的。爱的浮夸，只是不想自己接上吧。懒得挣扎，往往都是怕付出代价。所以我说人啊，总是相爱相杀，然后怪命运不佳。说到底，谁不是